在最新版本中，有30种不同的动物或生物可以被驯服和繁殖。接下来我就告诉你怎么做。我们首先从被动型生物开始，它们是对玩家无害。然后是中立型生物，它们大部分是被动的，不容易被激怒。最后再介绍少数攻击型生物，它们会主动攻击你。要获得嗅探兽，你首先需要找到一个嗅探兽蛋，它们能在热带海底废墟中刷可疑沙子时得到。当然，获得的几率也不是100%的，但经过你一番努力，一定会获得到它。这就是一开始你获得嗅探兽蛋的方法。一旦你放下嗅探兽蛋，过了20分钟后，它最终会孵化成一只小嗅探兽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技巧，你可以在蛋的下方放一个苔藓块，这个方法可以省去一半的时间，只要10分钟就能孵化出来。然后过了更长的时间，它会成长为一只完整的嗅探兽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获得另外一只来繁殖它们，你必须重复同样的孵蛋过程。但是，一旦你获得2只成年的嗅探兽和一些火炬花种子，你就可以用来繁殖它们，但它们不能被驯服。月灵通常被关在掠夺者前哨站外或领地腹地中，虽然它们不能直接被驯服，但你可以解放它，让它跟你走。你把它们放出来后，给它们任何一件物品，它们就会跟着你去任何地方。要繁殖它们，你只需要一个月龄，以及用唱片机播放一些音乐，它们就会跳舞。这时你再给它们一个紫水晶碎片，就能成功繁殖多一个月龄。蝾螈在苍域洞窟生物群系的地底生成，特别是在水下或粘土附近。当你遇到它时，你可以用桶把它们给捞起来。把它们放出来后，它不会一直跟着你，但这差不多就是驯服它们的意思。要繁殖它们，你需要热带鱼桶。像这样死掉的热带鱼是不能繁殖的，它们只喜欢吃活的鱼。球鱼可以在2地或热带草原生物群系中找到。要繁殖它们，你需要蜘蛛眼，而它们不能像许多动物一样被驯服，所以如果我后面没有提到驯服，就默认它们不能被驯服。在沙漠中，你可以随处看见骆驼。骆驼现在不单单只在沙漠村庄里生成，现在也能在沙漠中自然生成。当你找到它时，它是已经被驯服了的，所以你只需右键点击跳上去，给它们套上鞍，就能控制它们的去向。至于繁殖它们，你可以使用仙人掌来繁殖。要获得快乐二魂，首先你需要死水二魂，它可以在地狱的灵魂沙峡谷找到，或者用灵魂沙和二魂之泪进行合成。将死水二魂浸泡在水中20分钟，它就会变成友好的小二魂。当我们喂食雪球给它，可以让它加速成长为快乐二魂，它们是不会攻击玩家的。如果我们要骑上它，只需要手持雪球或玩具就能吸引它过来。当它靠近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套上玩具，并且右键点击来骑上它。快乐二魂主要的用途是搭配双绳，将双绳系在其他的生物上，再连接到快乐二魂，就可以让它快速运输多个生物。骷髅马是普通马的不死版本，它在闪电击中时生成。当闪电击中时，有几率会出现一只骷髅马。当玩家靠近马一定距离时，它就会爆炸成另外4匹马。所有马的背上都会有着附魔装的骷髅骑士。只要你解决了骷髅马背上的所有骷髅骑士，剩下的骷髅马本身是不会攻击玩家的。你可以右键点击骑上它，这时它是已经被驯服了的，你不需要等待爱心出现，所以你可以给它们套上鞍就能骑走它。青蛙可以在沼泽或红树林沼泽生物群系中找到，要繁殖它们，你需要史莱姆球。喂给它们后，小青蛙是不会直接孵出来的，它们中有其中一只会去找一个地方来产下青蛙卵。青蛙卵看起来就像这样，经过3到10分钟后，最终会孵化成蝌蚪，然后蝌蚪会成长为成年青蛙。海龟可以在海滩生物群系中找到，要繁殖它们，你需要海草。当你把海草喂给2只海龟后，其中一只会成为蛋的携带者。怀孕的那只腹部会比普通的海龟要大一些，可以看到这时它们会开始挖地寻找产卵的地方。产卵的地方也是有讲究的，它必须回到生成或孵化时的地点，它才能产出海龟蛋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这里会得到1颗到4颗的海龟蛋。要把它孵化成小海龟需要1个小时30分钟。然而僵尸和逆尸喜欢来压碎海龟蛋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在等待它们孵化的时候把它们给围起来，这样僵尸就无法碰到它们。猫会生存在所有类型的村庄里，除非你寻找的是黑猫，如果是那样，你需要前往沼泽小屋，因为黑猫只在这里生成。和你说个冷知识，
当满月时，在村庄里生成猫的时候，有50%的几率会生成黑猫，所以要在村庄里找到黑猫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要驯服它们，你需要生鳕鱼或生鲑鱼，确保是生鱼不是熟的。驯服方法也很简单，你必须非常缓慢的靠近，避免吓到它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你基本是让这个猫来主动靠近你，来避免它逃跑。当你靠近它时，喂它几条鱼，就会出现这个爱心，这时你就能带它回家咯。要繁殖它，你也只需要生鳕鱼或生鲑鱼就能繁殖出小猫。豹猫在丛林生物群系中生成，遇到它时，你需要非常缓慢的靠近，并对它使用生鳕鱼或生鲑鱼，这时就会出现爱心，它就会信任你。可是这时你不能让它坐下或做其他的任何事，唯独是它不会跑开。要繁殖它也是可以的，但前提就是2只豹猫都必须信任你，然后喂给它一些生鳕鱼或生鲑鱼，它就会生出一只小豹猫。鹦鹉可以在丛林生物群系中找到，要驯服它们，你只需要给它种子，任何类型的种子都可以。这时只需要喂它们多几次就能驯服成功，然后你可以让它坐下或者站立。如果你靠近它们，它们还会来到你的肩膀上，但是要注意别让鹦鹉吃到饼干，因为这会使它们中毒死亡，千万要记得哦。蘑菇牛只可以在蘑菇岛上找到它，要繁殖它时请注意，它不能与普通的牛一起繁殖。这里对着2只蘑菇牛用小麦就能进行繁殖。驴可以在热带草原、平原或草地生物群系中找到。要驯服它也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不断的骑上它，不断的重复此过程，直到出现爱心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就可以给它套上鞍，并且骑上它。如果要加快驯服过程，可以先喂驴大量的糖，来增加它的好感度。要繁殖2只驴，你可以使用金苹果或金胡萝卜。马和驴的生成地点一样，所以你也可以在热带草原、平原或草地生物群系中找到它们。驯服它们，只要不断的骑上它，或喂给它糖来增加它的好感度，一直到它冒出爱心。现在你可以给它套上鞍就能启程了。要繁殖马可以用金苹果或金胡萝卜。骡子在游戏中是不会自然生成的生物。要获得一只骡子，你必须用金苹果或金胡萝卜来让马和驴一起繁殖，繁殖出来的会是一只小骡子。如果你想加快生长过程，你可以喂它一些糖，然后它最终会成长为成年骡子。而且因为你刚刚喂了一些糖，所以你可以很快的驯服它。关于骡子值得一提的就是，它们不能进行繁殖，这里没办法让2只骡子进行繁殖。所以要获得多一只骡子，你还是需要1只马和驴进行繁殖来得到它。蜘蛛兽在地狱的岩浆附近都能找到，这时它们已经被驯服并可以启程了。你所需要的就是给它们套上鞍，然后骑上去。如果你有带诡异菌钓竿，就可以用来引导它们前进。要繁殖它们可以用诡异菌，过一段时间后就会生成一只小蜘蛛兽。兔子在多个生物群系中生成，你得到的兔子颜色取决于你所在的生物群系。就比如果你在沙漠，你只会看到金黄色的兔子。要繁殖它们，你需要胡萝卜、金胡萝卜或蒲公英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蒲公英也可以繁殖兔子。鸡在世界各地都会生成，但在不同群系会遇到不同的变种鸡，其中有包括热带鸡、寒带鸡和温带鸡。它们不同的点就在于它的蛋，特定的蛋只会生成固定的鸡，和孵化地点是没有关联的。要繁殖它们，你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种子。牛在主世界各地都会生成，就和鸡一样有分不同的变种牛，有的就是热带牛、寒带牛和温带牛。全部变种牛的功能其实都一样，只是外观发生了变化而已。要繁殖它们，你需要小麦。猪在世界各地都会生成，所以要找到它们也很简单。同样的，它们也有了不同的变种，像是热带猪、寒带猪和温带猪。你可以用胡萝卜、土豆或甜菜根来繁殖它们。羊和牛一样，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生成。要繁殖它们，你只需要小麦。现在要讲的是中立型生物，所以请确保你在繁殖或驯服它们时，不要不小心打到它们。蜜蜂在世界各地的蜂巢中生成，而蜂巢生成在多个生物群系中。你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花朵来繁殖它们，千万别手痒去惹它，不然它会追着你叮。狐狸在针叶林、雪林生物群系中生成，你得到的狐狸类型将取决于你所在的针叶林生物群系。基本上，如果你在雪林生物群系遇到的就是白狐狸，
另外的生物群系遇到的时候就是红狐狸，要繁殖它们需要甜浆果或发光浆果，但是有一点比较难的是，我们要靠近它时它们会逃跑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双绳来牵着它，这样就能轻松繁殖。生出来的小狐狸在一开始也是不会信任你的，但等它长大过后，它会完全信任玩家，并且不再跑开。可是这时你也不能让它坐下或做任何事情，但如果有生物伤害到你，它还是会为你挺身而出。另外，如果你给它武器或不死图腾，它也是能用上。我有一点好奇的是，游戏里有说明狐狸有时候会在晚上的时候前往村庄，白色狐狸会前往雪地村庄，而红色狐狸会前往除了雪地以外的村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，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山羊生成在山地类生物群系中，要繁殖它们，你需要小麦。羊驼在风息丘陵、热带草原、热带高原生物群系中生成，要驯服它们，你可以不断的骑上它，直到出现爱心，或者喂它小麦或干草捆，都可以加速这个过程。当你骑上它，你可以放上地毯来对它进行装饰。要繁殖它们，只需要拿上干草捆，喂给它们的话，就会生成出一只小羊驼。如果你用双绳牵着其中一只，其他的羊驼还会跟着你一起走哦。熊猫在丛林或竹林生物群系中生成，但在竹林中要发现它会比较容易。要繁殖它们，你只需要竹子，但它还有一个繁殖条件：以它为中心点的5个半径内，最少要存在8个竹子。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们带到别的地方去，确保带上一些竹子，否则它们不会愿意繁殖哦。狼在不同的生物群系中会生成不同的变种狼，像是平常看到的长狼在针叶林生物群系中生成，灰狼在雪地针叶林中，黑狼在原始松木针叶林中，栗色狼在原始云杉木针叶林中，泽红狼在稀疏丛林中，雪狼在雪林中，斑点狼在热带高原中，条纹狼在树林2地中，森林狼在森林中。驯服狼的方法和之前一样，就是使用骨头。你只需要找到一只，右键点击它，直到出现爱心，然后你可以让它坐下，改变它项圈的颜色，甚至可以让它跟着你。要繁殖它，你可以用任何类型的肉，可以是熟的，可以是生的，比如生鸡肉或腐肉都可以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确保它们在繁殖时没有坐着，否则它们是不会进行繁殖。最后我们要看的是2种攻击性生物。主捕兽生成在地狱，特别是绯红森林和一些堡垒遗迹中。要繁殖它们，我们需要绯红菌。然而，如果你在生存模式下，无论你是否有拿着绯红菌，它们都会进入攻击模式。所以要繁殖它们，可以把它困起来，这样就不会被打咯。想要繁殖它们的玩家应该不多吧？除非你只在地狱生存，不然你应该不会用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掠夺者其实也可以被驯服，但是不会像其他生物那样。通常在生存模式下，如果你遇到它，它肯定会进行攻击。但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停止攻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可以看它手上有什么武器。要驯服它其实很简单，首先要来到掠夺者前哨站，先吸引一只掠夺者远离这个地方，然后再让它上船。它上船后，我们也跟着上去。这时它一样也会射击我们，但是因为我在船上，所以它一直都射不到我。等待大概20分钟后，它的弩终于坏掉了。假设我把它放出来，它都不能把我怎样。所以这些就是游戏中你可以繁殖或驯服的所有生物。当然也有一些动物类的生物没有介绍，比如蝙蝠、海豚、鱼、鱿鱼、发光鱿鱼、北极熊和蝌蚪。这些动物都是不能被驯服和繁殖的。最后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不妨帮我点个喜欢、订阅和分享出去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